佐能乎吗？啊，那怎么打有点像须佐能乎。追逐日本夏日限定的祭典，行程向来不容易规划，尤其是饭店跟机票，真的是又贵又难订。但这次我们2家9口浩荡东北，一次收集了干灯祭、睡魔祭、七夕祭3大祭典。现在回头看，真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。3天内，我们开着10人座的海狮，沿途开了500-600公里，这真的是在行军。不过幸运的是，我们行程很顺，没有漏掉任何一个，把这趟玩出最高价值，非常值得。就要去哪？嘿，我们刚饭店 check in，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仙台，就是车站附近那边的话，算是来仙台大家会比较多人去逛的购物中心。然后就什么 GU 啊、Uniqlo，就是大家例行性去日本会去逛的那些店家，基本上都会在那里。我们今天行程是什么？是一直坐车啊，一直坐车。我那天就一直坐车，因为从台湾到仙台其实需要3-4个小时的时间。然后再加上班次的关系，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一直都是在搭飞机的状态。然后是到现在我们正式确认完之后，只剩下2个小时的娱乐时间，然后隔天一早要非常早要出门。我们这一次我们会来青森仙台，是最主要是来看祭典，就是睡魔祭跟干灯祭。很棒吧？就是睡魔祭是大家评选为说，就是人生中一定要来参加过一次祭典，然后干灯祭也是，就是。所以这次的行程，所以没什么其他行程，主要就是祭典。对，祭典看一看就差不多。可是我觉得祭典应该是会让我们很震撼啦。所以今天就是通勤。对，今天就是跟最后一天也是通勤，最后一天也是坐车。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明后天啊，就3天，就是2、3、4这4天是比较多主要大行程之一。所以这影片应该蛮有趣，会有很多漂亮的画面哦，可以继续看下去，继续追踪这个频道，赞。我们还要排队哦。当然咯。来，现在吃什么？我们来吃花束牛舌。其实你是第一次吃牛舌吗？那你觉得呢？那口感上，一个中透菜的感觉，你会推荐大家来尝试牛舌吗？如果有来仙台的话，多讲点口感。做不出来。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可以接受。可以接受，那看起来是没有很喜欢。那妈妈呢？她也是第一次尝试吃牛舌的人。也是可以接受，但是我不爱吃肉。如果是我，下次我就不会吃。哇？因为我不喜欢吃肉，不是肉派。对。如何？我觉得如果是没有吃过牛舌的人，可以先试试看薄的。虽然我还没有吃到厚的，可是它口感就是比较偏脆的肉，就是比如说可能烤比较久，就是比较有硬度的。就是它不是软软，它就是 Q 弹有嚼劲的那种。对，因为我想象力非常丰富，所以我在脑中全部都是蛇的牛的嘴巴，可以先试看薄的，然后如果真的觉得薄的 OK， 可以尝试看厚的，应该口感上也蛮不错的。好，这是牛舌 XO 酱的豆腐，亲生豆腐很厉害，然后妈妈觉得很好吃，怎么样？对，很好吃。
闯红灯啊！现在时间早上7:30，对啊，很早去搭8点的新干线。你要自己出搭2张吗？一次2张，对，一次放2张就对了。对啦，对啦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从仙台出发，搭上新干线，约莫2个多小时，单程票价大概1万日元上下，就直达了秋田。窗外阳光毫不客气的洒落，东北的热情已经沸腾。一抵达秋田车站，汹涌的人潮以及浓厚的祭典气氛扑面而来，整个城镇弥漫着一股热切的气息，仿佛正酝酿着一场非同凡响的盛大庆典。随便乱走就有。没有。我比较推荐冷冻，因为它的嚼劲比较明显。但因为真的就是因为面比较细软，所以它其实口感上跟吃台湾的面蛮接近的，所以蛮推荐吃冷面。没有那种很比较粗的那种乌龙的那种嚼劲，没有那种满足感。是啊。所以感觉是可以吃2球，难怪它的 set 上面就是给2球，因为才会有那种所以没那么饱的感觉。这个炊饭，然后它这个炊饭我觉得蛮好吃，味道很够。这跟你想象中的日式炊饭是一样的。一样，就是那种非常安全的那种。它是酱油底吗？就是酱油炒饭饭店早餐会附的那种。哦。不过它这样子吃哦，淀粉太多。淀粉。先是喜欢的。有点是双酱。双酱哦啊，你可以试试看味噌口味的。怎么样？味噌跟酱油的比较下来，味噌比较推吗？不然嘞？那胡麻吧。哦，胡麻酱。哦。它的胡麻酱，不是那种很油的那种，蛮清淡。清爽胡麻酱。清爽。怎么样？胡麻酱跟酱油比起来，你比较推哪一个？胡麻酱。这一段影片其实我平常是不会拍的，就是 Dormy Inn 嘛，就是一间很普通的商务饭店。那这次想特别记录的原因，是因为我花了台币1万多块来这边住1个晚上。首先，房间大小，不意外的就是一个行李箱能打开的空间。然后，基本的毛巾、盥洗用品都有附。冰箱里面有1罐水跟1份点心，好像是布丁吧。然后我唯一想要提的是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庆典的关系，人力有一些不足。他房间里面的灰尘其实蛮多的。我是一个没有过敏的人，但我进去也打了几个喷嚏。那关于这次秋田住宿的感想，就是越早订省越多，少花冤枉钱。然后刚刚经过的那个现场有点像是干灯会比赛的会场，
干灯这个东西，其实他们是有在评分的，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评审跟比赛的机制，就是比看谁的技巧比较好。就我们刚刚在车站有看到一些在介绍，它会有一些指定的动作。那这个东西其实办在白天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早点来秋田的话，你是可以看一整天的干灯。但我们今天因为实在天气有点太热了，我们决定先去旁边的久保田城基逛逛纳凉。这应该也算是一个公园，里面有神社，也有秋田犬公园，但是他们没什么活动力，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。那这个久保田城基的话，因为我们纯粹只是想找个有树荫的地方躲一下，顺便打发一下时间，等到晚上真正的祭典来临。所以我们也是没什么目的性的在里面走走晃晃之后，想说就回饭店休息一下。比较有趣的是，我们还不小心巧遇蔡阿嘎。我一开始以为他们在家庭旅游，所以就不要拍他们，怕打扰到。但走过去聊天之后，才发现他们好像也是来工作的。在日本买台湾的绵绵冰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再去询问说祭典可不可以吃东西这件事情，因为有一些祭典是会有便当，但是如果假设是我们自己宠物台买过去座位上的话，不确定 O 不 OK。小朋友他是哭三小是有这么好看是不是？他连一开始撑都还没撑。没有，因为祭典一直以来我都想参加，然后又会觉得这是一种无形文化，就是大家都很支持，我觉得很感动。有病是不是啊？你很满意耶。